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林口来的 R107的280SL 的6公分油盘的故障检测。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差压阀这个加热阀。我们看这个加热阀。那这个加热阀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在作为冷车那油气混合比增加，也就是所谓冷车的油气加浓的功能。那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它的压力改变，这个进这条是出，这条油压的压力的改变，然后会产生系统供油量的不同，来达到冷车油气混合比加浓的功能。目前大哥还没有供电，也就是说引擎没有发电，在冷车的状态。那当引擎一发动之后呢，车上的这个接头呢，它就会供电。它这个电不是电池的电，它是引擎发动从发电机那边提供的电。也就是说，引擎发动的时候，它才会有电。那引擎如果关掉的话，它就是不供电的。那今天呢，大哥目前还没有供电，代表引擎还没有发动，在冷车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油压表，在它还没有发动的时候，它的压力应该要在大概是在1.5，1.5大概在1.5bar，就1.5 kg/cm 平方这个地方。那当这个地方引擎发动，它这边插头就会供电了引擎的电，发电机的电提供它之后，大概在2分钟以内，它就会达到大概在3.4公升3.6公斤左右的压力。也就是说，它的冷车跟引擎发动2分钟左右，它的压力会差别大概在2公斤左右。那如果供电完成，也就是说2分钟以后，那也就是热车完成，车子温度应该会在60度以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供油系统的混合比就要恢复到正常，也就是说不会在油气混合比增加、油量增加的这个功能。大哥现在打开电源，也就是说，我插头没有插，代表在冷车状态。我一打开，我们看到它这个压力在3公斤左右在3公斤左右的时候呢，这个油压调整这个加热阀就会有个问题。今天冷车的时候，它就已经到3公斤了。那我们希望它热车完成是在大概在3.4公斤以内3.5到4公斤之间。这个时候呢，它的假设引擎发动2分钟以后，它的压力是在4公斤的话，假设4公斤的话，那它间的压力差根本只有1公斤不到。这个时候呢，它根本没有达到冷车压力改变太小了，没有达到油量改变的这个目的。那所以说，这个这个加热阀是有问题的。那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那反正大哥要想办法让这个加热阀在冷车启动，插头还没有插，也就是没有供电状态，它就应该在2公斤以内，大概在1.5公斤左右。然后呢，热车完成，它应该要在4公斤，接近4公斤左右。这样子大概有2公斤左右压力差，才会改变足够的油量来达到冷车加浓的目的。大哥已经把这个插头插上去了，代表它已经开始在引擎发动，已经在开始在加热当中。那大概2分钟，
它压力就应该要在大概3.6公斤，也就是说1.6、3.6的压力差大概2公斤，借由这2公斤的压力差来改变供油量，也就是说压力低供油量多，压力高供油量少，那这样就可以达到冷车油气加浓的目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颗R107-280SL 的加热阀大哥整修完成之后呢，我们经过大概2分钟，我们看到它压力已经从1.6上升到现在是3.4左右那这个压力差大概是2公斤因为现在是压力是3.4。那代表油量是比刚刚的1.8的时候是减少的。那说因为这个已经热车完成，这供油不会再改变了所以说借由这个加热之后的压力差来使得达到冷车油气加热的目的，这个就是加热阀最主要的功能。今天大哥报告完。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一颗6缸分油盘，从林口来的 R107-280SL 的6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这 R107 的车子尤其是 SL 的话，就代表它是敞篷的。那如果说是硬顶的那它应该叫做 SLC。那因为它这部车是敞篷车，那目前我们看到它是敞篷没有升起来，那硬顶外加上去。那这部车是正确名称应该是 R107-280SL。SL 的车子目前车价在台湾都超过100万状况好了都应该在150万左右。那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68797，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这个分油盘它经过我到现在应该有41、2年了它属于超过40年，就是属于古董车。它这个经过40多年的使用，这个分油盘一定是污染，一定是被油箱所污染。就好像楼上的水塔如果说空屋的水塔没有人住，也没有在用水这个堵塞肯定很严重。如果水龙头肯定堵塞很严重，何况这部车子已经42、43岁了尤其在车子的车龄的后半段比如说我们车子一般来讲是在15年前的车，我们可能常常开。15年以后的车那就少开了，那少开就没有加汽油，汽油在里面挥发掉留下的胶质，加上油箱的铁锈，就把我们的供油系统污染了。那我们这个年代的供油系统最佳的就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喷射式的。那如果低阶版本就是用化油器堵塞机械喷射就是分油盘堵塞。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分油盘经过40多年的使用之后呢，它的堵塞的状况。那在大哥提的上面，1分钟的全油门应该是在170 ml 左右，也就是说这条棒子这条棒子是175，应该接近这条棒子的下缘我们来看看这个分油盘到底状况怎么样。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那这部车子我们从它的火星塞上面看到，它火星塞几乎都是白的一定是稀薄燃烧一定是供油不足如果说混合比很正确的话，它应该中央电极的部分那个陶瓷白色陶瓷应该是接近红棕色但是呢，它这部车子呢看起来都是白的，那很明显就是供油不足。
那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堵塞的状况是怎么样。如果供油不足的话，就会造成车子很难发动车子马力也不足，就很怕爬山。今天呢，这部车子碰到的状况，大概就是这个状况。如果说供油过多，那混合比过浓，或者是说车子的其他问题使得燃烧不完全，那就会造成耗油马力也会不足。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这条棒子是175那我们希望是170ml。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到，目前这里是110、120、150、120。那115、120左右120，它很平均，1、2、3、4缸都在120，第5缸也是120，第6缸就比较低一点，115。那跟厂方要求的，在大哥机台上面是170，120的170超了50ml，难怪这部车子它火星塞的表现是白的。这种状况，稀薄燃烧很容易产生高温，车子又没力。那等大哥把分油盘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这颗编号68797 R107-280SL 的6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因为车主呢，他要求说膜片希望把它换新，因为希望这部车子再开一个长长久久。大哥也把膜片换下来了。其实它膜片是还好并没有裂也就是说。膜片并没有坏这是很难得的，因为在1985年之前的第一代的 Bosch K Injection 的话，因为里面结构的关系，膜片上面上面有弹簧，下面没有弹簧，所以弹簧一直在压着膜片顶着铝的底座，所以说很容易破损。还好，但是这部车子的膜片它看起来已经有斑斑驳驳，但是并没有坏。那车主希望把它换掉，我们也把它换下来了。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看看整修的结果是怎么样。因为它这部车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大概是在120ml左右120ml左右，大概在这个位置那在大哥机台上面，它应该要出在170ml左右这条棒子是175。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整修过之后，它的大油门1分钟全油门到底状况是怎么样？是不是能达到我们要求的170ml？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在测试我们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也就是系统的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最佳的混合比，让车子又省油马力又大如果以整修之前我们看到了120ml，正确应该是170ml，结果少了50ml，稀薄燃烧，从火星塞上面就可以看到它颜色都偏白这个对引擎是不好的，容易产生高温汽油它本身还有一点点润滑作用。如果说油多的话，火星塞是黑的，然后反而
对气缸有好处，但是对气缸头就会产生积碳这个就是它的缺点。但是它不太容易产生高温，因为它爆发力不够因为没有稀薄燃烧。OK， 好，现在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好，第一缸160，第二缸175，第三缸170，第四缸175，第五缸170，第六缸17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然后我们目标是170，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大概在5%左右厂方要求是15%我们这样看下来是5%左右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编号68797，从林口来的红色 R107-280SL 的6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在测试这个分油盘它在怠速的时候，它是不是稳定，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出油量是越平均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个编号68797。R107-280SL 的6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75，第二缸180，第三缸175，第四缸185，第五缸175，第六缸18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误差的5%左右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那因为这部车子，我们看到它的缸压，3、4、5缸压大概只有倒是就5 kgcm 平方左右。那这个现象是因为这部车子长期高温大概的判断，从它火星塞燃烧的状况跟它机台上面测试的出油量170 ml 它只有100出油就出了125 ml， 所以它整个供油系统严重的堵塞严重的供油不足造成稀薄燃烧高温，所以大哥认为他这部车子的3、4、5缸是因为这样子引擎高温所受损的。不过以大哥的经验，这个状况应该还不严重我们看到这个10分钟的模拟怠速的小油门的测试数据很漂亮我们期待引擎测试应该这个3、4、5缸的低缸压应该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